欢迎回到每年麦干看发表会麦胜买 iPhone 评测的邦尼苹果发表会总整理。今年 iPhone 16系列最受全球关注的重点就是苹果的 AI Apple Intelligence 到底会端出什么出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苹果除了发表 iPhone 16系列的4款手机外，也同步带来了预期中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以及 AirPods 4主要的3大新品。然后还是讲在前面，今天的16系列依旧没有 Ultra， 没有 Ultra， 然后也没有新的 AirPods Pro 3， 没有新的 AirPods Max 2， 也没有新的 iPad Mini 7， 也没有新的 Apple Watch Ultra 3。今年应该是传言最多，结果最后全部没出的一次了吧。回到主题，我们就不废话，同样帮大家整理了今年 iPhone 16发表会的7大详细重点。首先，我们来看 iPhone 16系列的重点。第一大重点，先来讲萤幕和尺寸。这次16系列总共有4款，分别是16、16 Plus、16 Pro 以及16 Pro Max。今年最大的改变就是 Pro 系列的萤幕尺寸都比过往拉大了。16 Pro 从上一代的 6.1 寸，这次拉大到 6.3 寸，而16 Pro Max 则是从 6.7 寸拉大到 6.9 寸。而16和16 Plus 同样维持 6.1 和 6.7 寸，跟先前完全相同。那在萤幕表现上有什么差异呢？先看平价款的16和16 Plus， 这两只入门款同样是采用 Super Retina XDR 显示器，最大亮度依旧维持在1000尼特，没有 120Hz， 也没有 Always On Display， 期待的规格升级依旧全部落空。很难想象，都已经2024年了 ，iPhone 16的起步价来到了29900，将近3万元的手机，没有 120Hz 就算了，全萤幕依旧维持在1000尼特的最大亮度，真的不算出色。Android 万元 OLED 其实就已经有全萤幕1000尼特再加 120Hz， 甚至15000到2万就已经有全萤幕1500尼特以上的选择，可以预期16系列在户外大太阳依旧会显得吃力。外部局部峰值亮度跟上一代一样是2000尼特，小亮点反而是在低亮度下可以达到1尼特。这次主要的改动是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萤幕都变大了 0.2 寸，分别来到 6.3 和 6.9 寸，亮度表现则完全相同，最大亮度1000尼特，最大峰值亮度达到2000尼特。Pro 系列主要还是差在支援了 Pro 系列专属的 120Hz Pro Motion 永远显示，以及采用了更窄的边框设计。不过今年的 120Hz 是不是依旧锁在更低的更新率？这我们拿到实际后再来测。然后前阵子又传闻这一次的 iPhone 16 Ultra， 这代依旧是没有 Ultra 的哦。不过 Ultra 版的手机壳倒是有了进化。依照惯例，看邦尼发表会就是要拿限时最优惠。今年我们依旧抢先拿到了 Casetify 的 iPhone 16系列防摔保护壳，最大重点就是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再进化。3大重点：第一，加入全新 Ultra 弹力保护角设计，不只强化到最常撞到的边缘防护力，这些孔洞更可以搭配全新的 Ultra 终极扣环以及 Ultra 多功能背带，直接扣在厚实的保护角，安心感满满。第二 ，Casetify 加入全新 Test Lock 设计，旁边这个锁链造型就是 Test Lock， 可以在跌落时分散冲击力。最后，为了把防摔拉满 ，Casetify 同样在镜头区加上防护，背板背盖加上 X 型抗冲击结构，重点也支援 MagSafe 哦。除了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今年同样有 6.5 公尺高防摔的终极防摔手机壳，以及 2.5 公尺高防摔的强悍防摔手机壳可以选择。这款算是手感和防护力的均衡之选。而且发表会才刚结束 ，Casetify 官网就已经有上千款 iPhone 16保护壳可以选择，有印花也能客制化，背带、萤幕保护贴也都有。现在只要透过邦尼关注专属链接，就可以直接拿新品9折优惠。没错，透过邦尼折扣码就可以做到 iPhone 16新品也有9折，一般折扣码可是没有的哦。回到节目，第二大重点，我们先看处理器。首先是平价款的 iPhone 16和16 Plus， 这次算是惊喜，但也没有意外的，采用了新一代的 A18 处理器，所以就跟我们去年发表会预测的完全相同。去年的 A17 Pro 改名字就是为了 A18 铺路，而 Pro 系列则毫无意外的用上了 A18 Pro。摊开规格来看，今年的 A18 和 A18 Pro 两颗都采用了3奈米制程打造，并且在 CPU 上，两颗都是2大核加4小核组成的6核心处理器，并且为了让16系列都能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两颗也都采用相同16核心的神经网络引擎。从照面上来看，唯一的差异就是 A18 采用5核心的 GPU，A18 Pro 用的是6核心 GPU。实际差异真的这么小吗？频率设定如何？这些我们实测都会测好测满。不过今年的 A18 Pro 效能表现究竟如何，我们还是可以从苹果的口中听到一些端倪。今年苹果在发表会上的说法，感觉比去年 A17 Pro 还更保守。尤其去年 GPU 无论从效能和能耗全面被高通超越后，
今年苹果依旧只能宣称这是最强的 CPU， 然后 GPU 就快速带过，听起来效能并不是 A18 Pro 发力的地方。除此之外，今年在效能上另一大关注的重点，就是大家都在看今年的 A18 Pro 是否可以挽回去年 A17 Pro 火龙果的颓势。尤其接下来发哥的天玑9400，首款搭载高通全新自研架构手机的 Snapdragon 8 Gen 4都在路上了我认为这场苹果、高通和发哥的大乱斗是非常好看的尤其2大核加4小核的 CPU， 是不是真的可以跟架构大改的 8 Gen 4，又或是全大核的发哥一拼，非常值得一看。你们压这局谁会拿下？有趣的是，苹果这次也特别强调了2次，他们加入了铝合金强化中框。看来去年的过热灾情是真的有撼动到苹果完全不管散热的习惯但是这个铝合金中框上一代其实就有，这代表现是否真的更好，也是测了才知道。总之，邦尼频道的传统就是数据全面测好测满，记得立即订阅邦尼 iPhone 16全系列的详细评测即将上线。第3大重点，我想来聊 Apple Intelligence。今年的苹果 AI 我会分成2个层次来看。从软体层次来说，苹果现阶段推出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保守，例如自动帮你重写文案，可以用自然语言在相簿中搜寻，快速建立相簿，清除画面上的路人等等，这些都是 Android 在 AI 时代早就有的东西。所以第一个层次就是看苹果补作业到底补得如何，而第2个层次才是这次真正的看点，就是第一，加入 Apple Intelligence 的 Siri 到底表现如何。目前看苹果发表会上的 demo， 其实跟 WWDC 后大家看到的东西还是差不多。例如 Siri 现在可以理解自然语言，比如说你很常口急或是讲错，像是 Hey Siri， 你可以帮我查询意大利，不对，我是说帮我查罗马怎么去吗？你可以更自然的跟 Siri 对话。又或是你想要把昨天烤肉的照片传给你的朋友，你只要跟 Siri 说把昨天烤肉的照片传给某某某。又或是 Siri， 请问我如果想要干嘛，应该要怎么做等等等。不过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搭载苹果 AI 的 Siri 要再等1个月之后才会推出英文版，而中文版呢，目前最快也要明年才看得到。而且大家都知道，台湾版本的 Siri 功能目前就已经少很多了，所以到时候会不会有繁体中文的 AI Siri， 然后台湾版本是不是也会这么聪明？这都是接下来关注的重点了。所以对于台湾用户来说，这波苹果 AI 也只能再等等了。第4大重点，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大家的重头戏——相机。先说平价款16和16 Plus 从斜眼怪的设计改成直列的设计，这个外观明显好看很多呀。规格跟上一代差不多，采用 f1.6 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以及1200万的超广角，并且重点来了，这次16的超广角也支援微距摄影，不过长焦镜头依旧缺席，但是支援2倍无损变焦，然后加入可以开 Vision Pro 的 Special Video 和 Photo。然后这次的重点是，苹果在侧边加入一颗全新的 Camera Control 按钮，这个按钮可以搭配 Apple Intelligence 使用。现在你可以透过相机拍任何东西，苹果 AI 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帮你翻译等等。不过目前这个功能要等之后更新才会开放。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只要 AI 引擎做好，这个功能会非常好用。因为我最近到处出差嘛，三星和 Pixel 上的 Circle to Search 我已经用了大半年以上，一句话就是非常好用啊！这是我最期待的 AI， 拜托苹果赶快跟上。平价款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进到 Pro 系列，同样是3眼怪设计，采用 f1.78 4800万画素主镜头，搭配第2代防手震模组，1200万的超广角结合微距镜头，以及最后一颗，这次不分 Pro 还是 Pro Max， 全部都是用1200万的5倍光学变焦，并且采用了3D 位移式防手震模组。所以整体来说，今年相机大家最期待的就是 iPhone 16 Pro 的高倍率表现是否有所进展。目前市场上包括三星的 S24 Ultra、Google Pixel 9 Pro XL， 甚至堆料狂魔的 Vivo X100 Ultra 都已经拉开了不小的表现。此外，这次 Pro 系列最大的更新就是苹果终于加入了120 FPS 的慢动作录影，虽然晚到，但支援 Dolby Vision， 这个我要给一个大的好评。对创作者来说 4K 120就是好用。而新增的 Camera Control 按钮，这个侧边按钮会是透过震动模拟回馈，按一下就可以开启相机，按一下拍照，按住录影，甚至你可以滑动变焦，或是切换散景效果。另外，这次还新增了即时色彩风格以及全新的 Audio Mix， 这个功能跟 Google Pixel 去年推出的 Magic Audio Eraser 不同。苹果这个偏向选择场景自动增强音讯效果，而 Pixel 的则是可以将音讯分离，让你可以把你不想要的任何声音直接拉掉。第5大重点，这次全系列都取消传统静音键，全部换成按钮。全系列依旧采用 USB-C 接口，
但是平价款2支的 USB-C 接口都还是只有低速 USB 2，依旧只有 Pro 版本才出现 USB 3，两者的传输速度依旧有20倍的差异。充电速度这次稍有改变，有线官方依旧标示半个小时可以充50%，但是无线变成支援25瓦的 MagSafe， 气则是可以达到15瓦。第6大重点该来说售价了吧？先说16和16 Plus， 总共有蓝、绿、粉、白、黑5个颜色，颜色很跳，我自己蛮喜欢的。两台容量都是 128GB 起步，分别是29900以及32900起，跟去年完全相同，不过也很合理，这代硬体差异不大，本来就没什么理由涨价。而 Pro 系列两款都有沙漠色、原色、白色、黑色4色。16 Pro 同样是 128GB 起步，最低价也就是36900起，而16 Pro Max 最低则是256GB 起步，也就是44900起。价格规格跟15 Pro 系列完全相同，最贵的16 Pro Max 1TB 版本同样是58900元。4款都是在9月13，也就是这个礼拜五晚上8点开始预购，下礼拜五9月20号开始发货。最后第7个重点，我们给 Apple Watch S10 和 AirPods 4一点篇幅。意料之中的推出了 Apple Watch S10， 然后 Apple Watch Ultra 没有更新 ，Ultra 3是假消息，所以最新的还是 Ultra 2。这次 Watch S10 最大的重点就是更薄，萤幕变大了，甚至比 Ultra 更大，并且采用全新的广视角 OLED， 达到2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并且如预期跟稍前推出的三星 Galaxy Watch Ultra 相同，加入了呼吸睡眠中止症的侦测功能。不过这个功能属于医材范围，台湾是否会开通还要确认。续航一样是18小时，所以还是要1天1充，但加入了30分钟充满80%的快充。此外，这次还加入了全新的钛金属版本，以及重出江湖的曜石黑铝合金版本。售价我就不念了，整理成表格更清楚。主要就是钛金属版本比不锈钢涨了1000，预计明天早上开始预购，跟 iPhone 16系列同一天9月20号开始发货。而 AirPods 4则是分为一般版和降噪版，价格分别是4490以及5990。不过降噪版除非就是要选开放式设计，要不然降价的 AirPods Pro 2明显是更优的选择啊。然后也没有新的 AirPods Pro 3，也没有新的 AirPods Max 有换上新的 USB-C 接孔和推出新的颜色啦，但硬体相同。好了，今年的所有重点快速带大家看过，接下来我们的 iPhone 16全系列时机都已经定好在路上了。很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订阅帮你，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同时，我们之后发完整实测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啦。也欢迎透过超级感谢按钮，或是加入频道会员直接支持我们。那我们就 iPhone 16全系列开箱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